口味的意大利面，汤汁，哦，那真的好好吃哦。它这一盒大概是5到6人份。先拿去客厅给它吹冷气，放凉一点。加一点这个番茄泥，还可以再加一点点番茄酱，但我刚刚发现这个番茄酱刚过期，所以我就没有加了。忘记放那个胡萝卜了，放一点，因为我没有番茄酱嘛，所以我用糖来补一点这个甜味。盐巴、黑胡椒粉、意大利香料、综合香料。起司粉，哦，肉酱就做好了。大家如果没有番茄酱的话，可以用糖，还有一点点的白醋或乌醋来替代。
椒粉。那海鲜的部分就是要吃之前再煎就好，不然它冷冻过后的口感会变得蛮差的。一点牛奶，我发现我忘记先煎培根了，先来煎培根。黑胡椒粉。一样，再来一点那个起司粉。哦，这边就是3种口味的意大利面，最后一种就是要吃之前可以再煎一点海鲜、虾子啊、鱿鱼放上去，就变成一个番茄海鲜的意大利面。虽然这个盒子它是标榜可以微波，不过我还是有点担心这种塑胶的材质，所以我应该会要吃之前再拿出来脱模，脱模到碗公里面再微波。然后尽量在2周内把它都吃掉。我等一下要来准备一下今天的午餐。今天是礼拜天，我打算要来做个牛冻，然后味噌汤跟一个小菜。牛冻肉的部分呢，会做比较多，有一部分把它冷冻备料起来。接下来1周如果想吃的话，就可以直接微波那个牛冻上面肉的部分，然后再盖到饭上面。虽然说这个锅子本身有自己的盖子，但是我想说这个是透明的，比较好看里面的状况，而且还有排气孔。
放凉一点，等一下再来处理它。哇，买到一颗好像烂掉的洋葱哎，看一下。啊！它坏掉了，我竟然踩雷了！第一次买到坏掉的洋葱哎。这个山药它很会掉粉，山药其实氧化的蛮快的。加一点香油，盐昆布，这样冰起来的话超好吃。超赞，超赞。先穿烫过，它比较不会有腥味。我现在要来调牛冻的酱汁。如果有市售的姜泥，就可以直接挤。非常多的肉，最后再加入一块奶油，加奶油之后就会变超级香，这样就完成了牛冻。然后我等下会把它冷冻分装起来，然后剩下的呢就当等下的午餐吃。我要来装牛冻了，哇，香喷喷，香喷喷。这是什么？味噌汤啊。
肉多版的牛冻。前阵子买的这个。当然，定时的概念。大家可以抓一下自己要吃的那个量，再来一点汤汁。总感觉吃饭要配点喝的。那真的好吃哦。果然牛冻还是得用有一点油脂的肉，如果用那个里脊肉还是什么，就没有那么好吃。